大家好，我是老姜。今天呢，我们讲一个人类历史上细思极恐的实验啊，它就是量子力学当中最经典的双缝干涉实验。之前呢，我们讲黑客帝国的时候，我说过啊，我们的这个世界呢，有50%的可能性它不是真实的。那我这个呢，可不是传播封建迷信啊。那这种可能性呢，其实是建立在几百年无数的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我尽量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你讲。如果你还没听懂，或者你听完以后开始怀疑人生了，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不光你啊，就连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波尔等等等等这些历史上顶级的科学家，他们看完实验以后也都开始怀疑人生啊。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是虚拟的？毁三观了，就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观、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对，只是我们现在不太关注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截止到现在呢，能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理论主要还是以物理学为主啊，而物理学的终极理论呢只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呢解释所有的宏观世界，比如说引力啊、能量呀、时间呀、空间呀，还有一个呢就是量子力学了，它呢解释所有的微观世界啊，用来探索宇宙的本质。而且呢，这两个理论的建立呢都离不开一个神秘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时时刻刻都存在在我们身边的，和我们形影不离的，就是光。那光到底是什么呢？自古以来啊，它就很神秘。在圣经的创世纪的开篇啊，就讲到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啊，第一个创造的就是光。真正的理论性的研究呢，是从17世纪开始的。荷兰的物理学家惠根斯在1678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光波动说。他呢说光呢是一种波，就像水波呀、声波一样啊，它是一种光波。而且呢，在1690年的时候呢，还发表了一个光论啊，非常著名。但是呢，当时的人们啊都不太认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当时的人们啊都推崇另一种理论。那这个呢，不是他理论牛，而是他提出的人太牛了，你知道吗？对对对，他呢就是当时《封神记》的人物，科学之父艾萨克·牛顿。哦，哎，牛顿是当时就很有名吗？还是说牛顿那个时候后来才有名？不，牛顿他活着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名了。哦，是吗？对，当然牛顿其实我们上次在讲那个鼠疫的时候，其实跟牛顿有关系，我们没有讲。之后我们有时间讲一期牛顿啊。那在1675年呢，他就在他的解释光属性的假说中呢，提出了光微粒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牛顿认为啊，光呢是由光源向四面八方发射的粒子。和现在一样呢，你说的对不对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名气得够大，你知道吗？所以呢，当时呢，光微粒说呢，就是当时的主流了啊。当然了，光粒子的概念啊，和现在因为科技不断的进步嘛，是概念不同的，但并不影响我们今天的内容啊。那直到19世纪，一位天才打破了这个格局，他呢就是托马斯杨，他被称作世界上最后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因为呢，他精通的领域非常多，比如说力学、数学、光学、声学、动物学、语言学、考古学、文字学。他还破译了最早的古埃及的文字，而且还热爱美术，而且还会天才。你听我说呀，而且还会演奏当时所有的乐器，还能制造天文器材，还精通保险经济，同时他还是一个擅长骑术，还能耍杂技、走钢丝的眼科大夫。这是人类吗？对啊，而且他大夫不光是眼科，他其他科也很精通的，比如像心血管科。而且呢，我们最早的散光就是他发现的。那在1807年呢，他为了了解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就设计了最原始的双缝干涉实验。它还有一个名字，就叫杨氏干涉实验。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我们做个实验验证一下不就完了吗？对啊，所以他发明出这个实验的啊。实验的设计呢非常的巧妙，主要分3个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恒定的光源。为什么是恒定的光源呢？因为普通的光啊它不稳定，它没有恒定的相位差，光通过一个小孔射出来的光，那个光就比较恒定，比较稳定啊，所以我们就能理解成一个光源就可以了啊，一个点光源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有2条平行双缝的纸板。第3个呢，就是接收投影的一个屏幕。原理啊很简单啊，让这个点光源发出的光穿过双缝，然后让穿过双缝的光投到屏幕上。什么意思啊？如果光是粒子，那么光呢就会沿直线传播。那通过双缝以后，光投在屏幕上，屏幕上就会投出同样双缝的2道光斑，就像子弹扫射一样。第二个呢，如果光是波的话，那就像水波一样，通过双缝呢就会形成2个波源。那波峰跟波峰叠加产生了干涉，光呢就会屏幕上投出像斑马线一样明暗相间的条纹，我们呢管它叫干涉条纹。所以你就记住，2道杠就是粒子啊。如果是干涉条纹，一道一道的干涉条纹就波，你一定记住这个概念，我们之后都以这个概念为主。那杨氏干涉实验的结果呢，就是在屏幕上出现了干涉条纹，那就是波。对。
实验呢证明光就是波啊。但是有那么简单吗？有那么简单？我们今天不用讲这个故事了，你知道吗？看似问题解决了，其实刚开始啊，而且后面越来越恐怖。在托马斯是不是用别的实验又发现它是粒子了？我靠！是不是？在托马斯杨呢1829年去世后的100多年啊，科学家们呢就在他的实验基础上做了各种的迭代，而每次迭代的改进都把一个科学实验生生变成了灵异事件。实验的升级版1啊，它叫单粒子双缝干涉实验。在1909年呢，英国的物理学家杰弗里·泰勒设计完成了第一个改进版，他通过极大的降低光源的强度，让光源呢每次只发出一个光子，一颗一颗的穿过双缝。从理论上呢，我们可以想象，那每一个光子呢都是一个个体的存在，每发射一个，那光呢不是从左缝穿过，就是从右缝穿过，就像子弹点射一样，一个一个突一个突一个。那屏幕上应该会出现2道杠，我不一束光打了，我一个一个打，按道理是这样的，但是结果呢却是和之前一样，还是出现了干涉条纹。我一个一个打，对，还是波。杨氏双缝实验用的是一束光。那呢，理解成很多的光子组成的波，这个波呢，通过2道缝相互干涉就产生了干涉条纹，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我每次只打一个光子，我不是穿过左缝就穿过右缝，那去哪干涉去啊？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干涉条纹呢？难道光子跟自己干涉了吗？一个商店有2扇门，只能从其中的一扇门进去。那我一个人呢，我不可能同时我从2个门进去。而且我同时自己和自己还击掌干涉了，我不可能，这不可能发生的。泰勒呢，这个发明者呢，就强行解释啊，他说其实就是光子同时通过2个缝，然后自己跟自己发生干涉了。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他就说就是这样了，这就蒙圈了，你不能理解呀。那对啊，就蒙圈了。到底咋发生干涉呢？引分身嘛，我们往后看，实验升级的第2版啊，叫观察者魔咒。1965年呢，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非常知名，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版的思想实验。我们不是不知道光子怎么完成干涉的吗？那我在光子通过双缝板前面放一个摄像探测仪，我直接观测你，我看你。我想亲眼看看你一个光子到底是从左缝还是右缝穿过的，而且你就穿过一个缝，你怎么就发生干涉了？还是光子真的跟引分身像，我真的快到双缝了，那杆子一下变成俩了。一个东西可怕呢，是因为它是未知的，我们只要能看到真相，那就不可怕了。那结果呢？你猜更吓人啊！当打开探测仪以后，光子呢就老老实实的穿过了双缝当中的一个缝，它确实没发生干涉，它就是穿过一个缝的。那屏幕上呢就出现2道杠。当关闭探测仪的时候，屏幕就会继续出现干涉条纹。无数次的实验，这几百年了，一直这么做，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不理解，我听得我有点缺了。理解的意思吗？跟打开摄像头、关上摄像头有关系啊？说的就是呀，做了无数次实验都是一样的。光子好像知道你在观测它，你看它的时候，它就老老实实找一个缝穿过去，变成2道杠。如果你不看它，他就用你不知道的方式自己跟自己发生干涉，变成干涉条纹了。所以这种结果最接受不了的就是爱因斯坦，他认为1就是1，2就是2，这个世界观测行为怎么能改变客观行为呢？打个比方啊，一场球赛的输赢不取决于双方进多少球，取决于你是否打开电视。那他有智慧啊，光有智慧啊！你听我往后讲啊，就跟船长似的，你不看他的时候，他都在楼下自己偷偷叼纸吧；你看的时候，他就老老实沙发那趴着，可老实了。所以讲到这儿呢，你是不是就开始怀疑人生了？这个还不算什么，我们往后讲啊。实验升级版第3叫惠勒延迟选择实验啊。1979年呢，物理学家惠勒就提出了第3版的改进的思想实验啊，之后也被做出来了，增加了半反半透镜啊。我简单给你解释啊，就是把摄像观测设备啊放在双缝的后面。我不放在双缝板的前面了，我不观测你的时候，你电子不是波吗？那我先让你穿过双缝，你先进行你的干涉，我再马上打开后面那个观测器，我再让他发现我在看你。哎，对，我就先让你生米煮成熟饭，我先让你干了这个事儿，我再看你结果。但结果呢，发现光子呢根本不上当。当你打开观测器以后，电子就老老实实的变成粒子，穿过某一个缝隙，没有发生干涉。当你马上关上观测器的时候，屏幕上却忽然又出现了干涉条纹。米饭你蒸熟了，熟了吧？我一开盖，米饭是生的；我一盖上，米饭是熟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啊，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光子能准确的预测未来，提前知道探测器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关闭；第2种可能就是光子可以根据自己未来是否被观测而改变自己的过去。打个比方啊，就是先等你把球赛踢完，等事实发生以后，你再打开电视，你就发现球赛结果改变了。
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不理解也没有关系。这个结果呢，就直接开始挑战因果论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呢，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先有原因后有结果的，发生过的事情呢不可能改变，但是实验的结果呢，说明未来的观测行为可能改变过去的历史。我们往后讲，现在懵了是吧？蒙圈啊，那没有关系，反正都蒙圈。实验升级版4啊，是量子擦除实验。1982年呢，物理学者呢马兰史库里和凯德鲁提出了第4个改进版。光子呢是有自旋方向的，它呢可以顺时针跟逆时针旋转，在双缝上安装2个设备，在光子穿过双缝的同时，光子呢走左边的缝，这个设备呢就会让它变成顺时针自旋，那光子呢走右边的缝，那就会变成逆时针自旋。那我同时在屏幕上安装一个能够探测光子的自旋方向的装置，我能知道你那光子是左转和右转，那我不就知道你从哪个缝过来了吗？你知道它从哪个缝过来，这个时候干涉条纹也不出现，屏幕就是2道杠。如果呢你在光子穿缝之后，在抵达屏幕前我再加装一个装置，我让所有的光子都又统一变成顺时针方向，再投到屏幕上，屏幕那个接收器就发现了都是右转了或者都是左转了，它就分不清你是从左面右面过来的了。那这个时候屏幕上就会出现干涉条纹，你永远骗不了光啊，光永远知道你在干什么。1999年呢，马兰斯考利等科学家们提出了延迟选择加量子擦除的结合体实验啊。这个实验呢，涉及量子力学的一个概念啊，就叫纠缠态。这个我们简单说一下，之前平时跟你讲过啊，处于纠缠态的2个粒子呀，不管距离多远，都会无延迟的保持联系，就跟双胞胎的心灵感应一样。如果这2个粒子是处于纠缠态的，它不管在一个搁在月球上，或者一个搁在几万光年以外，它俩干什么，它俩都是知道的，它俩是同时的。这个实验它用到这个概念呢，简单来讲啊，就是说光子呢先通过双缝，通过双缝以后，它再通过一种叫 BBO 的晶体设备，将光子转化成一对互相纠缠的降频光子 A 和 B。就一个光子打过去了，穿过了双缝以后，我再用一个设备把它拆开了，给它转成2个粒子啊，有点烧脑。最后一个了 ，A 朝着屏幕方向走， B 朝着一个探测器跑。那当你探测到 B 的状态，你就知道 A 的路径了。我就给你简单说啊，结果呢就是2道杠，因为它俩是纠缠的，我知道了 B 光子，我就知道 A 是什么路径。那在 B 的方向放一个复杂的反射镜迷宫，迷宫里面再放一个半透镜，你是不是已经懵了？我知道为什么我学文科了，我这理科真的是。迷宫里面再放一个半透镜，它呢就可以让 B 的状态，我就告诉你，它可以让 B 的状态变成50%的不确定状态。那结果呢，只要能确定 B 的状态，就能反推 A 的路径。A 在屏幕上呈现的就是2道杠，那只要让 B 通过半透镜无法100%确定 A 的路径，屏幕上就一定出现干涉条纹。啊，还是一个意思。而且呢，最重要的是 B 通过迷宫走的路程要比 A 长，因为 B 要经过迷宫反射，再通过反射镜。A 之后已经投到屏幕上了，就 A 先投到屏幕上， B 的时间是晚于 A 的。那啥意思呢？就是未来世界的光子 B 告诉我，现在世界先到达屏幕的光子 A 我被观测了，你现在改成了粒子，或者你改成2道杠。我看已经麻木了啊。这些实验呢做了几百年啊，科学家们建立的几百年的科学体系全部就已经崩塌了啊。之后呢，其他领域呢也开始来凑这个热度了。有一个心理学家呢叫迪恩·雷丁，他呢招募了137个人，做了250次实验。什么意思呢？这137人里面有一半的冥想者、什么修行者、和尚啊。当场呢打开双缝干涉设备来做这个实验。当冥想者用意识去观测双缝的时候，干涉图样就会变弱；当注意力移开了，干涉图样就会变清晰。那另一半普通人呢，同样做这个行为，效果呢就不明显。但是呢，他这个实验呢，主流科学界呀都排斥的，因为呢，这个雷丁呀，他还长期研究一些非主流的领域，比如说封建迷信类的东西所以呢，这次科学界真受不了了，你知道吗？而对于量子力学的解释啊，现在呢主要有2派啊，一派呢就以波尔、波恩、海森堡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他们呢对量子力学的解释就是量子力学中最正统和著名的哥本哈根诠释。大概意思是什么呢？与宏观世界是不同的，我们的量子世界中所有的粒子啊，包括原子、电子、光子，它们呢既可以是波，也可以是粒子。那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呢，路易·德布罗伊提出的波粒二象性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呢把这种形式的存在呢也叫做叠加态，光既是波又是粒子。
粒子的叠加态呢是不可能被精准测量的，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无法被同时确定，这个呢就是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而观测者呢是不能看到粒子不同状态存在的，但只要被观测，粒子呢叠加态就会坍缩成一个确定结果。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是如此，从原子到分子再到实体事物，连我们都是这样的。所有的粒子包括物质既可以展示粒子形态，也可以展示波形态，只取决于你观不观测的。只是说物体越大越难看到干涉条纹，我们可以一个人从2个门穿过去，只是我们物体太大了，就这个意思啊。那哥本哈根派呢就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只有观测才能决定。另一派呢就是以爱因斯坦和薛定谔为代表的物理学大咖。爱因斯坦呢无法接受这种概率性和不确定性的量子理论，他认为呢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和你测不测量如何观测没有关系。你说人观测还是机器观测？那狗观测是不是啊？细胞观测会不会影响啊？都是疑问，理解吗？他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定数，不是对对。1927年呢，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5届索尔维国际研究会啊，被誉为了物理学界的盛宴。这里面呢，1半以上的人都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啊，很牛的啊。这些参会的大神呢，就在会上干起来了，大家呢谁也不服谁。当时呢，爱因斯坦就怼波尔，说了句非常著名的名言：“上帝不会掷骰子。”那波尔呢就回怼爱因斯坦说：“你没有资格去指挥上帝该怎么做。”我就是掷骰子了，哎，对，爱因斯坦还调侃过波尔啊，说你看我们现在看到月亮了，月亮就在天上，当我们不看它的时候呢，月亮就跑到宇宙任何一个地方了。当时薛定谔呢也举了一个著名的经典的例子啊，来嘲笑哥本哈根派的，它就是薛定谔的猫。说白了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这猫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的观测行为能影响它的生死啊，这肯定是不可理解的。对，这肯定是不可理解的。我们这里啊着重再还是说这个人啊，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呢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18岁思考追光，26岁呢提出光电效应，获得了诺贝尔奖。那又在26岁的时候呢提出了狭义相对论，震惊了全世界。33岁呢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功成名就。年纪轻轻呢就站到了科学世界的巅峰啊！但是呢在他之后的40多年的人生里啊，都被量子力学所困扰。他呢其实并不是反对量子力学，而只是不能接受量子世界呈现的荒诞的结论。他一生花在量子力学上的时间100倍于广义相对论，但是呢到死最终也没有理解，没有解开真正的答案。他一直在探索研究。咱们看那个复联蚁人，那不就量子世界吗？后来怎么复联4去穿越到过去，不就通过量子力学吗？人类无法理解量子世界也是很正常啊，因为我们就活在宏观世界，我们能理解宏观物体的运动规律，比如汽车呀，我扔飞镖啊，可以理解。但是微观世界它不同，人类呢想象不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啊。人类并不是有无限想象力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呢大到无限大，小到无限小。不光所有的生物，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山河湖海啊，石头呀、水呀、手指啊，也许他们真的都是有意识的啊。费曼、冯诺依曼、波尔呀，他们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的懂量子力学啊。谁要说自己懂，或者不对量子力学感到困扰，那他就真不懂啊。所以关于量子力学相对论啊，它都是一个超级大坑啊。比如说量子力学的幽灵成像实验，还有相对论的超光速，有机会我都会给你讲啊。其实说白了，就是量子力学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都是在不停的变啊。是的。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呢？可能性1啊，这个世界真的是虚拟的。之前我们看 Matrix 啊，黑客帝国的时候，它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的意识呢，也是虚拟的一部分。那这个虚拟世界呢，也可能时刻的感知到我们的意图，就像 RPG 游戏一样。就看那个头号玩家，我不看这个，我不走到那片山的时候，它就不会呈现出游戏的各种风景。我走到哪，它这个风景就呈现出来。第二种可能就是这个世界啊，真正的世界是我们不可理解的，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它本身就是不确定的。那所以因果论就是错误的。那如果因果论是错误的，那科学也是错误的，因为科学就是建立在因果论的基础上的。我因为通过研究才有了结论，那我努力拼搏才能实现梦想，那我还要不要努力了？对啊，所以这是很大的话题啊，理解吗？还能不能相信科学了？当然要相信科学。虽然我们不了解量子世界啊，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对它的使用。其实我们一直在使用量子力学，比如手机啊，
激光，手机也在用量子力学。手机、激光、电子显微镜、半导体、网络都是量子学的应用。量子计算机有没有听过啊？量子加密、量子解密都是量子力学，我们一直在使用。这个很简单呀，你知道你天天用灯泡，你知道光是什么吗？你天天用电，你知道电是什么吗？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一直都在使用吗？对不对？咱们家也是啊，也是量子力学啊。你的意识就决定了我的结果呀。